就在最近这几天，乌军在战场上可谓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呀！不仅成功收复了莱曼，还在北边战线赫尔松那边呢，再次打出了教科书级的闪击战，这可让普京再次陷入了尴尬。我前脚还在红场上喊着乌拉，后脚赫尔松就快无了。接下来，大兵就带各位了解一下乌军的这次突破之战。这里呢，大兵要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的视频制作速度已经跟不上乌军的推进速度了。这次赫尔松战线的突破可以说是乌军自发起赫尔松大反攻以来最成功的一次突袭了。在收复了莱曼之后呢，乌军主力立即对赫尔松展开了全面的扫荡。这次攻击呢，不再是小规模的，而是一场歼灭战。几乎一夜之间，乌军就夺取了赫尔松北部的新彼得里夫卡、维列米夫卡、科斯特里卡、切列什涅夫、新梅克莱夫卡和斯塔罗西利亚等7座城镇。如今，俄军在第聂伯河西侧赫尔松北部阵地呢，是已经全部失守了。在这次战役中呢，俄军再次呈现了全面溃败的迹象。据了解，乌军这次投入的兵力包括了国土防卫第129旅、空突第46旅和独立摩部第57旅。俄罗斯国防部也正式承认赫尔松防线被乌军突破。在这次行动中呢，乌军在整个突击方向集结起了100多辆坦克装甲车，分为多个波次连续发动不停顿的进攻，这是典型的苏式装甲进攻战术。从这张图片中呢，我们可以看出，乌军这次进攻是兵分2路，从南北2个方向沿公路发起进攻。其中北路乌军是闪电般的拿下了佐洛塔巴尔卡、赫雷什切涅夫卡和舍普琴基夫卡。这一路猛冲之下呢，乌军是整整前进了30公里，一举撕开了俄军在赫尔松的第2道防线。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赫尔松防线守卫的俄军中，还包含了王牌师近卫伞兵第76师。这个部队呢，在俄罗斯可谓是十分出名。在车臣战争中，近卫伞兵第76师的一个连就能狙击3000车臣武装分子，血战3天3夜，毫不退缩。到了俄乌战场上，在乌军发动最早的赫尔松反击以后呢，在达维季夫布里德，俄军近卫伞兵第76师还能与乌军正面相抗。但很快，乌军就调整部署，对俄军发起了前行攻势，从侧翼快速突进，准备对前线俄军形成包围态势。在这种时刻，俄军选择迅速放弃阵地，向后撤，以躲避乌军的包围战。而这次的逃跑也代表了俄近卫伞兵第76师的惨重失败。但被乌军占领的杜查尼是位于第聂伯河最近的一座城镇，战略意义重大。在乌军拿下杜查尼后呢，就能继续南下，直抵新卡霍夫卡。而这个新卡霍夫卡也就是图中2个箭头的终点。大兵认为，乌军是打算在新卡霍夫卡完成2路会师，从而对第聂伯河西岸的俄军实施包围。而且这样的话，在第聂伯河东岸的重要机场查普林卡机场就非常危险了。要知道，如今赫尔松附近的大桥由于被海马斯不断的点名，导致第聂伯河西岸赫尔松市俄军补给中断，而俄军呢，一天需要4000吨补给，但是现在只能补给1/3，这1/3补给很大部分都需要从查普林卡机场给空运过去。可以说，一旦查普林卡机场进入到海老石可以点名的距离，那么赫尔松城的俄军怕是要丧失最后一点补给了。如今经过7个多月的连续战斗和2个月补给缺乏的折磨，河西岸的俄军很多营级战斗群是满员率很低，身体和精神都已经非常疲惫了。这也使得乌军在赫尔松是牢牢掌握了主动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各个方向攻击俄军。并且这次乌军对赫尔松的进攻，除了撕开防线之外呢，还能够将俄军给调动起来，使其补给品消耗将会成倍的增加，这将会加速俄军的后勤崩溃。到了10月5号4点30分，有消息表明，乌军已经攻至了别列斯拉夫地区。这样的话，俄军可以说是已经完全放弃了赫尔松东北部地区。军事专家斯特列科夫认为，俄军指挥部目前的意图是在别列斯拉夫到新卡霍夫卡一线构筑防线，毕竟呢，该地也是北岸俄军的补给中心，以此为首，至少呢，暂时不用担心补给问题。而且在当天也有俄方电报频道称，俄军目前正在别列斯拉夫地区与乌军装甲部队交火，而到了当天的12点30分，赫尔松俄军发出了乌军正在进攻新卡霍夫卡水电站的消息。其中，新卡霍夫卡水电站坝顶桥与安东诺夫大桥是赫尔松北岸与南岸连接仅有的2处公路桥。
而这个消息呢，也侧面证明了别列斯拉夫地区俄乌双方交战的消息。可以看出，乌军的这次举动是打算夺取或破坏南北两岸的公路连接点。对于此次俄军的表现，有战地记者认为，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士兵们太疲惫了，俄军根本就没有轮换。比如在赫尔松的俄军海军暗防第126旅已经连续战斗了7个月，仅仅休息了5天。在今年8月，暗防第126旅还能打败乌军的反击，但是到了现在，乌军已经换上了新部队，发动了突击，而精疲力尽的俄军已经无法阻挡住敌人的进攻了。再加上乌军战术非常灵活，对前线有着充足的侦察和了解。在这次的赫尔松反攻中，乌军各个战斗分队专门从俄军的缝隙当中高速钻进。俄军在打了几个小时以后呢，就发现自己已经被包围了。而且由于乌军还拥有各国援助的先进夜视仪，即便是在夜里也可以快速的穿插进攻，这一点呢是俄军所不具备的。因此，防线上的俄军只能边打边后撤。反观来自泽连斯基家乡的国土防卫第129旅表现得相当出色，在赫尔松战场，他们先是大破俄军于阿尔汉格里斯克，之后又吓跑了戴维布里德的俄军，最终是成功收复了赫尔松州的米罗柳布夫卡。比较有趣的是大兵今天在查阅资料的时候呢，发现有俄罗斯议员表示，俄罗斯军队的150万套过冬军服竟然不翼而飞了。在10月2号，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原南部军区副司令安德烈·古鲁列夫对外表示，储存在俄军仓库内的150万套过冬军服是突然不知去向。之前呢，他还在接待中心的表单之上，但这次却突然蒸发了。要知道，这150万套军服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这关系到俄军动员士兵在冬季作战的底气。没了冬装的俄军，又该拿什么去打接下来的冬季战争呢？而这件事情也让大兵联想到了之前看到的一则俄罗斯的一款贷款广告，大兵称它为人命贷。其广告大致意思是，被征召入伍，没有发放任何东西怎么办？没有足够的钱买急救箱和防弹衣怎么办？来我这儿贷款吧，批准率高达 98%，1小时内发钱。为此，俄国内还提供了自带装备推荐购物清单，来帮助俄新兵不要上当受骗。这时候就有朋友好奇了，那这贷款最后怎么还呢？据大兵了解，借贷的俄军士兵可以在战争结束后自己挣钱去还，或者从其养老金里边扣。当然，如果他不幸牺牲了，直接从抚恤金里面扣也是可以的。而且从这份清单上呢，这里咱们也能看出俄军的库存是真的没多少了。像是医疗包、止血带这种东西都需要士兵自带，就是不知道俄军需要搬多少台洗衣机回去才能不亏啊。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